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rah， 又回到了每周活动啦。今天有7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啦，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周去 Whistler 滑了3天雪的一个心得。对，第一个活动也是跟户外活动有关的，就是温哥华的户外旅游展，在每年3月会举办的一个活动，有2天的时间，今年是在3月2号和3月3号这2天。那如果你喜欢户外活动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吸引人。这个展览它会邀请有250间以上的厂商，那他们会展示最新的像是露营的设备啊、划船啊、潜水等等冒险旅游的一些厂商，他们会来到现场展示。那展场呢也会有分不同的主题，像是有属于 BC 省旅游局的一个展区，有来自 Sunshine Coast 旅游局，还有如果你对 Manning Park 有兴趣的话呢，那边可以露营也可以滑雪。所以到这个展场呢，你就可以认识很多 BC 省的一些旅游的景点，而且可能会有一些特惠的露营装备用品哦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在为夏天的旅行，就是在想夏天要去哪里玩的话呢，就非常适合到这个展场去了解一下最新的活动啊，还有这些户外用品。而且除了会有很多摊位之外呢，还会有40几场的演讲分享哦。有人会分享他的水肺潜水的经验啊，或是划船啊、攀岩、骑单车等等的这些经验。还有蛮有趣的是有一个攀岩的墙面，可以给大家体验看看。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呢，还可以去各个摊位集印章，可以抽大奖哦。所以这个活动呢，可以帮助你更了解加拿大的整个旅游哦。那在同一个地点和同样这2天的时间呢，还会有一个 BC Bike Show 这个单车展呢，也是你只要购买这个户外旅游展的门票，你就可以同时进入这个单车展。无论是越野单车、公路自行车，或者是电动单车呢，都会在这个现场，你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些单车的车款。而且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展览知道 BC 省的一些适合骑单车的路线，还有专家会分享啊和建议大家可以怎么骑行。那我还蛮有兴趣的，因为我们曾经呢就是一直有想过说，是不是可能可以从 BC 省骑到西雅图呢，然后再搭火车回来。那这个计划还是想了非常久，应该有4、5年了吧。所以如果有去参加这个展览的话呢，说不定就可以问问看，如果你今天对哪一条路线有兴趣的话呢，是不是适合这样骑乘呢？然后呢，现场还会有一些单车的表演可以欣赏哦。那接下来第3个活动呢，是温哥华国际葡萄酒节。对，那这个葡萄酒节呢，也已经有45年的历史了。它会有来自12个国家、149个酒庄，还有1150种的葡萄酒可以品尝。而且这个活动时间非常长，有8天的时间。那这8天时间呢，就有40几场的活动哦。那它每一个活动呢，都是分别购入它的门票的，像是有品酒会啊，还有葡萄酒研讨会，或者是酒庄晚宴之类，这些都是有不同的票价。可能你对品酒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去购入它品酒的这个门票。今年呢，也会聚焦在意大利的这个酒庄，所以他们就有邀请了70间左右的来自意大利的酒庄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葡萄酒。所以如果你对葡萄酒有兴趣的话呢，就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啦。那 BC 省也有非常多非常棒的这些酒庄，像是在 BC 省内陆的 Okanagan Valley 这一带呢，都有非常多的酒庄。这个活动呢是从2月24号到3月3号哦。接下来是第4个活动啦。如果你今天喜欢路跑又喜欢巧克力的话呢，就可以来参加这个 Vancouver Chocolate Run 这个活动啦。它是举办在 Stanley Park。那大家如果有去过 Stanley Park 的话，一定知道这个沿海步道是非常的舒适。我们以前住在温哥华市区的时候，就非常喜欢去 Stanley Park 骑单车。那这个活动呢，有5K 跟10K， 还有给小朋友的一个 Fun Run， 就是比较偏娱乐性质的这个路跑。那它的奖牌非常可爱哦，是巧克力砖造型的。那它5K 跟10K 呢，分别是在10点和10点03分，然后小朋友的路跑时间是在中午12点。因为这个活动是在3月2号嘛，也离现在蛮近的，就是这周的假日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练练身体，或者是去看看风景，或者是你纯粹只是想拿这块可爱的奖牌的话呢，就可以赶快报名参加啦。那接下来就到了今天的第5个活动啦。那第5个活动呢是凯尔特节庆，它是从2004年就开始的一个活动哦，也是在每年的3月会在温哥华举办。凯尔特民族呢，他们是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，他们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时候来到了加拿大。那他们一开始主要是聚集，就是集中在加拿大的东岸
岸，像是 Nova Scotia 还有 Newfoundland 这些地方，凯尔特民族他们的传统音乐对加拿大其实也带来蛮多的影响，所以在每年3月呢都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活动，会在温哥华市中心，今年是在美术馆前来举办这个免费的现场音乐表演哦，而且还会带来一些爱尔兰的舞蹈啊，还有凯尔特主题的市集哦，所以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呢去了解凯尔特民族这个文化，还有提供给小朋友的像是脸部彩绘啊，还有会讲一些跟凯尔特民族有关的文化的故事给小朋友听。那今年是在3月16号的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哦，是在温哥华美术馆前。探索下一个活动前呢，我就找到了这支非常可爱的动画来做成的一支介绍的影片。那因为想更了解这个故事的内容，所以我就把这支影片呢汇入到 Link 语言学习网站中，你可以去了解认识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单字。那你透过 Link 语言学习平台，你就不需要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的去搜寻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那 Link 呢是一个语言学习网站哦，它有17种的语言可以学习，是由一位会20多种语言的语言学家 Steve 所共同创办的一个语言学习平台哦。如果大家还不认识 Steve 的话呢，在 Link 上面哦有很多他是如何学习一门新语言的影片。那就来介绍一下 Link 这个网站，它有什么有趣好用的一些功能吧。首先呢，它的界面真的是非常的清楚明了，可以用主题分类去找你感兴趣的影片啊，或是音档内容哦。或者是呢，你也可以从刚刚有提到 YouTube 上，或是 Netflix 还有 Podcast 和一些新闻网站呢，你可以导入这些内容到 Link 里面。再来就是你在听这些文章、看这些文章的同时呢，也可以标示你不懂的单字，而且它很贴心的是呢，它会有下底线告诉你现在念到了哪一句话。那你整篇文章听完之后呢，还会有一个小测验可以玩哦，那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不管是单字啊、文法或者是发音。那它现在还有一个不错的，我觉得很好用的功能 Simplify Lesson， 就是你可以简化这个课程，它就是用 AI 来帮你简化这篇文章的内容，就是针对你可能是通勤啊，时间没这么多，但是还是想要认真学习语言的大家哦。无论你是想要用电脑学习，或者是用手机呢，你还可以下载 Link 的 App 来使用哦，非常的方便。怎么成为 Link 的会员呢？首先呢，它是可以免费注册账户的哦。如果你想要使用它更多的功能的话呢，你可以升级为付费的会员哦。大家可以使用我的连结来升级为付费的会员哦，就可以享有35% 以上的折扣。那一个月其实只要差不多10元加币左右呢，你就可以解锁很多的功能哦。不管你今天是想要学习英文、日文、韩文等等语言的话呢，就可以上 Link 来学习语言啦。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第6个活动啦，第6跟第7个活动呢，都是在温哥华岛举办的哦。如果你现在是住在温哥华岛，或是你想要去温哥华岛旅行的话呢，就可以参考这2个活动啦。第6个活动就是在 Sydney 举办的一个手工市集哦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手工市集你会卖什么样的商品呢，可以关注他们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来了解你有兴趣的艺术品。那这个活动呢是在3月15号和16号2天的时间哦。第7个活动呢是在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 Victoria 举办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光之马戏团呢？顾名思义呢，它就是一个灯光秀结合马戏表演，这也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灯光秀。它是借由沉浸式的听觉和视觉的一个表演形式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它也是鼓励大家可以穿着奇装异服，就把你家里最特别的衣服穿去参加这个活动。温哥华是在3月30号3月底的晚上8点，是在温哥华市区举办。那现在的门票呢，就是只剩下45元的门票。那他们之前有卖一张早鸟票，只要25元。看完介绍这个活动给大家，这个活动感觉就是非常热血、非常欢乐的一个活动。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想去一些热闹的地方的话呢，就非常推荐这个活动给大家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活动就介绍到这里啦，又到了闲聊时间啦。那闲聊时间呢，就是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有跟大家说，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上周去威斯尔滑了3天雪的一个心得。那首先呢，为什么我们要滑到3天，而且是连续滑3天？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购买了今年这个雪季的10天的雪票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滑满这10天。对，现在住 Langley， 然后开到威斯尔大概要2个钟头的时间嘛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这次直接住在 Squamish。那 Squamish 的市区，它其实有蛮多就是好吃的餐厅啊，还有好喝的咖啡，而且离威斯尔又不远，大概我们都是每天开大概4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。那因为我们是平日去滑雪的关系，所以其实路上不太塞车，就还蛮顺利
就抵达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人潮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很多很多就是1号跟2号停车场基本上都是快满的状态。这3天呢都有下一点小小的雪，就是绵绵的雪，但一下就停了，然后或者是下一点那种比较湿的雪。那我们还蛮幸运的是，这3天呢就是有遇到1、2天都是有2天都是好天气耶，但是就是山顶上的天气也是风云变色嘛，早上是出太阳，然后下午就变得雾雾的。那这3天呢就蛮多雪道基本上都是开放的，滑起来就是真的非常的过瘾。那我们接下来3月还会再去个2到3天，对，就是要把雪票用完啦。滑雪其实不管你滑快啊滑慢，其实都有不同的乐趣嘛，同时你又可以在滑雪过程中欣赏风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滑雪中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了。这几天我们都是住在 Squamish， 所以呢就有一间早午餐呢我非常期待，这是从去年吧朋友推荐之后呢，我就一直很想要去吃看看。这间早午餐店呢它是隐藏在森林中哦，叫做 Virgil Cafe。 Squamish 市区大概还要开个10几20分钟的时间。这一间咖啡厅它真的是蛮热门的，我们一开进去大概9点半到吧，然后就很多人很多车子了。那它还不能定位哦，就是不然需要在现场排队的。那还好我们就是比较早去，所以其实很快就排到我们了。那它的早午餐有很多选择，像是有班尼迪克蛋啊，还有我们点了一个很像就是那种酸奶面包呢，上面有很像是炒过的蘑菇和一些菜在铺在上面。那它的酱料非常的好吃，我觉得这个很推荐，而且我觉得分量还蛮足够的。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一家餐厅啦。那记得要早一点到，那我们吃完就是还蛮饱的。那它附近其实也可以散散步啊，然后有一个玻璃屋的一个我没有拍到，对，我没有走进去逛，还有一个玻璃屋的一个小商店，大家可以走进去逛逛。那今天的影片就是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那也祝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啦。那我们就下次的每周活动见啦，拜拜。